嘿，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奥文哈。今天继续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今天的题目是：心里期待的人已经靠近，心里期待的人已经靠近。好，心里期待的人已经在附近，也可以。好，来，这是今天的3张牌哈。我们等一下解牌的时候会随机的告诉你们一些塔罗要告诉你们的讯息跟方针哈，我会把它解出来告诉你们。那么这是今天的3张牌，等一下拿近看的时候，你要看就你可以按下暂停哈。好，那第1张牌是圣杯骑士，好，第2张牌是圣杯10，好，第3张牌是圣杯侍者。我选好这3张牌的时候，我并没有发现3张都是圣杯，都是水能量。好，那这就是今天的3张牌后，你们都应该很会选的。只要目光很难移开哪一张，那表示共振最强，就选它吧。那我们选好了就开始咯。好，那我们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来，今天的题目是对的人，心里期待的人已经在附近哈，心里期待，因为本来是对的人已经在附近，但我觉得这个形容词不太准，所以我就把它改成是心里期待的人已经在附近哈。好，我们先来洗一下牌，然后抽5张来看哈。我会尽可能讲到25到30分钟，你可以慢慢听。哦，好，这今天的牌，猫咪牌哈，来选出第1张，2、3、4、5，好，先这样哈。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1张。然后是战车牌哈，好，来看一下。如果以战车牌做出发的话哈，我觉得他现在这一个人哈，他最近应该有蛮多事情让他已经很累了啦。我这边感受到他的能量跟精神力是非常弱的，所以我不觉得他能够在这一个时刻很明确的或是很有敏感度的感受到你的能量就在他附近。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的能量是近期可能会让他吸引到的，他也会吸引你啦。只是我目前发现，他跟你所共同的这一个世界所包起来的这一个能量结构来说，它的部分是薄弱的。它的部分是比较萎靡的，比较淡的。所谓的比较淡，是他感受到爱情在旁边的敏感度比较淡。我们用比较白话一点讲，就是即使他跟你对到眼睛了，你会感觉到对这个人的好感跟吸引力，可是他可能会淡到只感觉到有个人跟他对到眼睛而已。原本他应该要感受到的是你们的能量的连结，然后非常在意，会有一种非常在意。然后接下来会开始观察他眼前所看到的这一个美好的人，应该是要这样子连续下去。可是近期，他正在一个，我们用其他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他现在有一点点遍体鳞伤，然后正在进入回到家里的路径上，躺着好好的治疗的这个过程。我用比较故事性的画面线就是这样，他现在正在结束完遍体鳞伤，正在回家的路上，他都还没有到他的床上躺着回复哦，所以他对于那他这一个遍体鳞伤的能量是情感上的，可是不一定是爱情，可能是家人或是工作各方面的压力，对他的心灵魂方面有蛮大的他的战斗力现在趋于零啦，所以他现在必须要回去休息，所以他并没有太多的能量去感受到你的存在，这是现在
好，以今天的题目，你看到对的人在附近，所以他其实有一点点在说，只有在附近，并没有要相遇哦。所以他这个情况其实是很合理的，他必须要休息完，哦，你们才会相遇。但其实他的状况跟各方面，你们两个能量是很接近的。为什么会很接近？可能不知道，可能你们最近的路径跟时间轴，或是你们的时间表雷同了，或是你们最近想要去工作的地方，或是你们最近习惯性去的地方，可能比较接近了哈。所以从这一个点看来，你们应该不算是认识的人啦，哦。所以如果你常听，我们都会这样子推论，我会从很多的角度去推。今天这一副牌所跟你在你附近这一个人，你是否是你原本的认识的人里面日久生情啊，或者相处够久，发现彼此有好感，或是他就是一个还没有进入你生活的陌生人，那他可能需要朋友的介绍或是工作上的意外见到。好，那通常这种陌生人牌，我都觉得第一眼遇到的契机还蛮重要的，或是第一次感受到对对方的在意，这个感觉还蛮重要的。有点小可惜是，他近期你们就算遇到，他可能不太能够跟你有做到一种互联动啦，就是立刻有感觉，立刻想要再多说几句或什么的，或是有没有能力放在心上这样子。但没关系，这才第一张牌，我们再往下看哈，它还是会有一些更多的结构的散发出去哈。来，好，的确那个水能量非常低，跟我刚刚预测的非常差不多。你看它还是就只有圣杯一而已哦，就只有一。那不过我们把它诠释成另外一件事情好了啦。它也许是一，但也许他正在培养新的能量，也就符合我刚刚跟你说的，他正在回家的路上，他需要躺着到他的床上去休息。等到他那个时候休息、自我疗愈起来了，他就会有新的水能量起来了。我们从这里，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种汰换啦，一种替换，或是一种重新加油、重新放新的水能量。所以他必须回到家，重新换过一次、洗过一次、净化一次。好，我们就期待一下。那你们现在两个人的能量连接，水能量是有，但是算薄弱，算薄弱，因为它就一了嘛，已经显示在这里了。这个位置讲的是说，就像我刚刚讲，很常讲的，它就很像你盖房子的钢筋水泥，它现在的质量有多少？它现在的质量就叫水能量一。要建立这个关系，现在就是不足的水能量，但是有，至少有，哦。所以以这两张牌来说，只能说是现在的时间不好，不代表你们两个不适合，是现在的时间不够好。所以即使遇到了、看到了，会错过、连接变弱，也都 OK，因为这不代表这一次就断定了或是确定了你们未来的关系的发展可能。虽然我刚刚说你们第一次见面很重要，但是你有没有听清楚我刚刚说的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两个人都有互动到连接起来，眼神都一起都有在意的那一次很重要。那既然现在他可能没有你这个能量，他没有你那么在意，他没有你那么敏感，能发现眼前这个人就是你有感觉的人，没关系，那我们还会有第二次见面。那第二次见面的时候，你会已经发现是他，所以你所散发出来的流到他那边的能量会比第一次再强，因为你已经确定了是这个人，然后你在看到的时候，心里就会觉得说，这个人又出现了，所以你可能会制造更多的机会。更加靠近，更加引起他的注意力，更加给予那个眼神是非常明确的，那可能就会唤醒他那个时候更好的能量的连接，因为他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一定不是现在这一个能量了。好，所以以今天的故事线来说，我想你们可能已经看过第一次了，很有可能哦。或是整个故事的流动，就是应该要到第二次或第三次才会真的有比较连接起来。因为我这边发现，他这一个回到家休息、重新充电、充那一个水能量的时间有一点长，可能需要至少3个月，所以我觉得需要第二次或第三次见面才会有那一个比较好的能量会出来。而且他现在这一个能量是比较低的时候，他目前
除了专注在自己之外的其他事情，他都很容易淡忘，因为他没有那一个水能量强的能量把它记住。他现在比较着重在于专注于回去他那一个安稳的世界里，恢复他的能量、水能量、情感能量。他已经没有更多的心力去接受其他的。好，但是这不代表说他对所有事情都无感了。我只能说是水能量这部分，就情感的部分。其他的情绪或各方面，他把它放到最萎靡的状态，所以他近期会变得比较冷漠，比较没有什么大的情绪反应，也不太会去接受其他人出去的邀约或出去玩，除非有人拉着他、推着他去。可是他近期可能会选择尽量离开大家远一点。好，所以如果你第一次看到他或什么，他那个反应他那个能量没有连接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他除了专注在自己身上，他还有一点点关门的感觉。就是因为他必须要非常专注在他自己的快乐身上。好，来，我们再往下翻。好，还好啦，还好出现的是权杖三。这个牌告诉你的是，无论你们第一次见面、第二次见面、第三次见面的状况好不好，有没有如你的预期，但他都已经走到对的路上。什么是对的路上？就是你们终究要认识，要在乎对方的时刻将会到来。路已经在走了，路已经在走了，只是他有点摇摇摆摆的走，而你是坚定的往那里走。好，今天的题目，心里所期待的表示什么？表示你很容易发现他，因为是你心里期待的人，所以他应该会符合很多你心目中所期待的条件啦。所以这一题其实你比较算是主动方，他比较算是被动方，主要是因为这个能量的强弱问题啦，你会变得比较主动。但是以现在3张牌来说，你需要再耐心等待一下下，只需要一下下就好。因为我目前看到的是，他要花的时间是回到他那个安稳区去恢复他的状态，只有在这一条回去的路上比较长，可是回到他的安稳区之后，他恢复的就很快。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差别？因为他现在还没有到达他心情平复跟安定、安心的感觉。他现在做很多事情都在回避类似的感觉。他前面发生什么事我们就不探究了，可是他确实是一个造成他现在负能量很强的一个情绪跟那个事件。所以他现在正在找到让他心底有一个定下来、有点定心丸的那一个瞬间。就是他心里要有一个安心的感觉，那这个可能就要靠他的家人或他的朋友给他一些句子啊、绘画、对话上的一些启发，或是他看一些影集或什么会得到一些启发，这必须靠他自己找到了那一个启发他的瞬间的时候，他就会静下来了，静下来他就会开始恢复。所以我才说这一条路他还在走，还没到可以躺下来恢复的时间。好，所以他前面会花一点时间，所以我才说可能要3个月什么，因为他真的需要花一个时间找到一个能够让他启发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关键事件了。这个我们就很难去抓到，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他确实是有这一条路径在走，所以需要等一下。那还好，权杖3出来了，你跟他目前要走到的那个交汇点是共同的啦，也就是说，不论他从哪里走去，你从哪里走去，但是你们就是会有一个交汇点。那我想那个交汇点跟你前面已经先遇到它是不一样的事情，我们就想说这是一个交叉，你们在这个位置已经遇到彼此了，可是太远了，能量没有连接，必须要慢慢走到这个交汇点的时候，它的能量也恢复好了，你的已经准备好了，所以遇到的时候才会有比较好的交流、好的印象、好的在意对方的那一份情愫跟感觉。所以要再等一下，因为他还在这一条路径上走，他可能还在这边慢慢走，你可能只是在这个位置遇到了，可是你看这是很遥远的距离，你看得很清楚他，可是他只在专心走他的路，好吗？所以要再等一下。来，好7的确啦，我觉得这牌都算是合理的，顺着我的故事往下走了。你现在对他的所有期待，应该说，我必须说，选到1号牌的朋友，他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讯号是，他很像你最近暗恋的人，他的出现会出现成很像是你最近喜欢暗恋的人哦。
然后可是现在，因为我们刚说那个交汇点还没到，而且他也正在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他也在恢复他自己的时候，所以现在你对他的期待或者喜欢或付出所有事情都会成为泡影，都会成为幻觉。所以这张牌在告诉你说，近期如果你有暗恋的人，你做任何事情可能都不会有效果。这边有在讲这一个小小的讯号，因为它时间点还没到。选择1号牌的朋友有比较大的几率是你最近喜欢的人，有一部分是你被他的某种低能量所吸引住，你会有一种拯救心态，想要去救他的心态，想要去帮他的心态转换成一种暗恋，转换成一种爱，你有点分不出来那感觉是什么。有一条线的讯号是这样哦，所以要注意一下。所以你现在对他做任何事情，其实都不会有结果，因为对方没有准备好，也没有准备要接收任何人的帮助或关怀，尤其不够熟的人，好吗？所以近期如果选择1号牌的朋友，你有暗恋的人，其实你不用做任何事情啦，因为时间都还没有到，没办法加分，没办法有所更多的进展，多做都无益啦，最多只有增加你跟他的互动，你开心而已，可是他并没有对这份关系是没有进展的，好，所以圣杯七讲明了一个时间点的事情，就是最近只剩等待，好，只剩等待，或是就等它变好，因为这个能量的吸引，的确是对方能量偏弱的状态吸引到你了，或是因为它这一个能量比较像是有一股保护欲，你的保护欲，然后转换成很奇妙的喜欢啦。很难让你明确的确定你自己是因为感受到了这个保护欲，或是感受到了对方比较低能量想要去照顾，你很难确定是不是这个感觉。但是比较能确定的是，对方有一种迷人的讯号吸引着你。可是这边告诉你，那个迷人的讯号是一种悲伤气息，是一种悲剧的魅力的那一种风格的能量，把你吸引住了。好，那时间的话不一定是最近了，可能很长时间你都这样子被他这个状态吸引，尤其最近可能更加吸引他这一个魅力跑出来了。好，所以我才说前面一直有说，其实虽然我前面讲的比较像是说你们第一次见面、第二次见面，对方可能眼睛都没有，可是他在有些朋友的线上已经是暗恋很长一段时间，可是你对他做很多事情他都没有反应。主要我觉得整个核心的逻辑还是因为他还在那一个找到疗愈点的那一个路径上。因为我从这里有看到选择1号牌的朋友，你们喜欢的人，他目前都处在一种能量比较低的位置。他那个低的位置比较像是，我觉得他很像是感情上没什么信心啦，对于感情没什么期待的那种低，所以他可能在家人啊，或是情感上之前有受过打击，或是挫折，或是有一些失望，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的，不能说他还没有完全恢复，而是他还没有完全找到那一个定义，怎么去形容他现在的心情。当他找到了那个定义，当他讲简单一点，就当他看开了感情的某些逻辑，他就会知道说，他就会知道这个世间的无常跟这个世间的很难预测，他能接受到这点，他就会知道说啊，没关系啦。当他心里开始浮现一种好啦，没关系啦的释怀感之后，他就会开始恢复了，所以他就能够接受到其他人的爱情的讯息，就像你的讯息，他就比较能接受到了。现在就是真的比较难接受到。做一个小结，我现在感受到的就是你这边的能量太想要为他做些什么，可是对方其实没有打开那一个窗口，没有要接收任何东西，就有点像是一直有人要寄信给他，可是他完全没有要去看过，他完全没有要去看信箱，所以再多东西寄来他都不会收到，因为他没有要去开信箱，要等他有一个起心动念，觉得我要去看一下信箱之后，他才会收到，好吗？现在的状况就这样好，然后圣杯七确定了这个状况的现状了，好，那我们再看这个。来翻一下深层底下的秘密会说什么？这里我觉得他这里牌在告诉的是我们看的这个，他给了一个小小的建议指示了。他觉得，近期好好的为自己生活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的走向已经在
有点偏向暗恋，或是有点偏向第一次见面有感觉的人，然后你们已经放在心上，可是好像都没有办法发生什么新的结果、新进展。所以这里，我觉得他给的第一个讯号就是，现阶段比较适合好好的为自己生活，就这样。这里讲的就这个。那他给予什么启发，你们要自己想哦。只能说他跟这里画了一个界限，有点在讲说，不要太烦恼你现在在意的人。因为好像会没什么起色，近期，所以第3次说，现在好好的喜欢自己的生活，过自己的生活，专注于自己的生活的品质更重要。这边说，但是这一张牌有一个特色是，它没有在讲很表面的东西，它在挖你最深层的讯号。什么意思？你心里最深层有一个讯号在告诉你说，先专注在自己身上啦，好不好？是这个讯号哦，它不像是一个很表面的讯号，在告诉你说，请你现在好好专注你的状况，有点像是有老师在指责你，有朋友在指责你，请你现在好好专注生活，不是这个，而是你心底有一个自己的呼喊，在跟你自己说，我们现在好好专注自己的生活，好不好？是这样子的哦，有一种请求意味的在你心底跑出来，所以是不一样的，你要判断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哈，所以。这张牌是是我们倾听到了心底的声音的讯号，好吗？好，那你再去比较一下这4张跟这张所做的反应哈。好，那一样，我们来翻看看这5张有没有哪一张我们比较在意的，我们来看看它的讯号。一样，我们用动物牌来看哈。选什么？其实都讲得很合理。我们来选圣杯7好了，看他有没有补充讯号给我们。因为圣杯7这个位置给的比较像是一种看得更远的，他已经看到很远了，他已经看到比我看得更远的一种下一步的讯号，他先给了。那如果他要给这么明确的讯号，告诉你说现阶段很多事情都可能是个幻觉啦。他如果是给这讯号的，我们再来翻看看什么意思，更明确的意思，更扎实的意思是怎么走。虽然我觉得这句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我们翻一下好了，就是为什么现阶段做任何事情都没有用？其实刚刚有讲了，但我们把它翻更细节。好。好，这边说你现在的作为，你看，你愚人牌都出来了，隐士牌也出来了哈。这里先等一下，我们先讲钱币5。我先讲哦，钱币5告诉你说，你现在离他还非常远，其实已经呼应了，你现在离他还非常远，心的距离，心中的那个心的距离还很远。所以才会圣杯7，你做什么都会有些泡影啦，做不到啦。主要真的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他在他的路上，我们还没在那个路上。那这2张牌在讲说，不要傻傻的去在这一件或是在现在这个时刻去找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现在没有。好，这个牌是因为我们要搭配起来。你现在如果执着于盲目的冲进去靠近他，去想要对于你现在在意的人找到答案的话，可能会没有结果。那我们回到最初，以今天的题目来说，心里所期待的人就在附近，他只符合了这一个心理期待的人在附近，是合理的。他在附近是有他在附近，但是牌面一直在说，但是对方并没有很在意一段新的恋情的产生，所以很有可能我们选到1号牌的朋友，我们近期或是已经有一阵子心里有在意的人，或是有新的在意的人了。可是牌面都说，最近这个时机，你在意的人，或是你遇到新的你会喜欢的人，最近这个时机做任何事情都不太能够成功，因为对方的心是没有打开的。那目前的结论就这样。那我们想看说为何是成为泡影的时候，这边又说，请你不要盲目的去找答案。
为什么？因为其实有很多能量让你们两个现在是很远的，还没到交汇点。记得刚刚10分钟前我是不是讲了这个交汇点？我说你们在这里，我已经说了，你们在这里还很远。你只看得清楚他，但他还在专心看着他的路。记得我一开始就说了哦，那这边钱币五没有骗人，圣杯七也没有骗人，除了远之外，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是徒劳的，好吗？前面已经说了，后面又再提醒了哈。那有什么解方？等一下，因为我刚刚有说在路上至少要3个月左右，所以近期请你好好先关注在自己的生活，这个人可以放在心中就好了，但是不要盲目的启动，或是多做任何事情。好，不是说会失败或什么，而是对方收不到，我们就把这个当成借口也可以。对方近期收不到这些能量，不是只有你的能量，他任何人的都收不太到。好，因为什么？一开始战车牌就出现了。他收不到，他只在走自己的路，他没有需要别人一起上车，好吗？好，那我们来翻其他的哈。好，好，3。其他先一样，因为有时候会忘记。哎呦，还好我没看到。好，先讲，先预备起来。那我看一下，好，这里要讲。我先讲一些牌面，希望你理解一件事情。牌面说，其实你们两个在能量上其实是合适的，但是以时间、空间来讲，他告诉你说，你们相遇的时间是有精致的安排好的，所以请不要跟着愚人牌的这个疯狂往前冲。好，不要把那种爱情的力量最大的这一种讯号当成你近期的一种向往。也就是说，其实今天这组牌有好几个状况，一个是他先出的是你可能在讲的是你最近暗恋的人，另外一条线是你可能最近会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然后都终归回到一件事情是，你最近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冲动，想要特别去表达什么，或是追求爱情。那这边这2张牌叫你 stop， 请等一下。那结果是不会有结果，最近不好。那理由是还很远，就这样。那这边解释了为什么现在先不要。第一，还在路上，还在整理这一条相遇的路。这个整理在讲什么？还没找到好的情境，还没有发展出好的相遇的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跟他的故事线都是独立的人生线，还在发展，还在变化。他还不算你们两个能量最接近的时刻，当有的时候交集点的时候，就会开始转向比较好的情境事件，然后那个时候相遇，对方才比较在意你，你也会跟他处在一种比较制衡的情感状态，那个时候就比较你的出现就比较不会唐突。这怎么解释？就是说，以你现在太主动太什么去想要追求爱情的时候，你在他的世界里会变得很疯狂，会很突兀，会造成一种不稳定。可是当这一个距离跟时间拉开之后，你再遇到他，你的心情是比较平复了，你的频率起伏也比较稳定的时候，他也刚好进入稳定的状况，所以你们两个在相遇的时候，能量才会比较缝合，才会比较契合，才会处在一种比较和平的状态里，去慢慢的认识彼此。钱币2在讲的是这件事，然后那个正义牌在讲的是路径还在准备，总要等一下，因为他还在找。其实他这边在透露的是说，让你看到他了，可是他们还没有找到最适合的相遇的契机点，或是不是找到，
或是故事还没有演到那里，所以请你不要冲动，不要急，不要急哈。那圣杯国王，我只能说，它像是一种已经，我觉得这一张牌它有点偷偷泄密了啦。它泄密了什么？泄密了你们两个后来的爱情能量或是感情能量是丰沛的。我倒觉得这张牌讲的太早，因为它会让你现在必须要平稳的心境多了一份起伏。但是因为它给的是钱币国王，这个水能量是满的，我很难去故意忽略。我要讲是故意忽略哦，不告诉你，因为它太明显了，所以我必须说，它就是告诉你说，你要在对的时机去跟这个人相处，后面的水能量才会发展的好，而且后面那个水能量是丰沛的，是好的，是足够使用的，就只差时间而已。那为什么我说我本来可以故意忽略这个位置的讯号，但很难？主要是因为我们前面好不容易告诉你说，一些现在要保持平稳，好好的去先专注在你的生活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感，就是希望你最近心情不要起伏那么大。对于喜欢的人来说，先放着。好不容易传达这个讯息之后，然后他却告诉你说，其实你们两个后来相遇的时候，水能量是满的，感情是很丰沛的。那这样就会让你有，以现在来说会有过多的期待。以我的角度来说，这个讯号太早出来了。太早出来。以今天牌的逻辑来说，它太突兀，太多了，它话多说了。但我没办法找到理由忽略，所以我就直接告诉你，那其他的，你现在对于你喜欢的人，或是将要遇到你喜欢的人，这边给了很多建议，你要自己去衡量这组牌告诉你的启示是什么，方针是什么，方向是什么哦。好，它不是说叫你不要做任何表达，而是它是在提醒你一件事，先观察一下对方是否现在有恋爱的心境、情境、情愫，因为他在暗示最近你喜欢的人或是你在意的人，其实他正在处理他人生中很低迷的那个状况。我们可能因为太喜欢一个人而忘记对方其实处在一种不想被打扰的状况。其实这一题有很重要的宗旨在讲这件事情哦。他甚至有可能在讲说，先不要打扰对方，因为可能对方的反应你接不住，好吗？好，所以他这边有时候会有很多引申的一条什么线啊反应，我们要把它慢慢揪出来，好吗？我们看到这里他给的启示，其实我慢慢比较知道他要说的就是可能先不要打扰你现在在意的人啦。好，我们用这个方式来。那为什么是这个讯号？因为他可能是出于蛮大的善意。好，我通常翻牌都是我其实大部分我是希望能够寻找最大的善意。那这个善意怎么用？就是他会给你一些指引、方向、方针这样。我这里不是只是帮你找到答案，而是希望未来有什么做法是比较有善意的啦。你常听就会发现我的方针会往这边找。那大概提示就是这样，可能牌面真的是希望你先不要打扰他，所以才会先专注一下自己的生活。理由，我们刚刚前面应该都抓到了一些了。好，没关系，我们再往更多善意的地方来挖掘一下他的理由是什么。好。我先讲一些牌面说的一些比较有远见的讯号。他说，好的东西、好的结果、好的收获值得等啦，不要急。第一个讯号是这个，第二个讯号是，你会慢慢在这一个跟他保持距离的空间里，找到一些熟悉的感觉。那这个熟悉的感觉会指引你去找到方法，慢慢的接近他。现在所有对于你在意的人，或是
刚喜欢的人的感觉都处在一种比较冲动跟害怕失去的状况，想要去接近。但是这里讲的两个是说，别担心，好的感觉跟收获都在后面。这里讲一次，这里也讲一次。所以这里目前所要告诉你的是，慢下来，等一下。又讲了一次，只是他用别的方式，他只说，然后现在告诉你为什么要等一下，慢一下，专注一下你自己的生活。为什么要听你先这样子就好了？主要原因是，原来会有某种熟悉的感觉在你们彼此之间会出现。也许是你在多看到他几次之后，或是你现在的暗恋的人，你跟他相处几次之后，你会慢慢发现他跟你之间有一种好像已经认识很久的感觉。其实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你们两个之间会有一些慢慢小小的默契会跑出来啦。先走两条线，第一条线是你已经跟他认识，然后你在暗恋的时候，你跟他一些相处，你会慢慢发现说，原来你会发现他一些你还不认识的东西，然后你发现他跟你的想法或各方面跟你是有默契的，而且是熟悉的，不是新的。你会慢慢跟心里会觉得你跟他蛮近的。好，然后另外一条线是可能你遇到新的人，然后你们还不太认识或是不认识，可是你会见到几次之后，你会从观察他，你会慢慢发现他的逻辑跟节奏各方面，你就会找到一种比较平静的方式去接近他，或是你就会主动去跟他认识，因为你找到了中间的那一种熟悉感，而不是强烈的陌生感阻挡你接近他。要慢慢的感受出来，只是以现在来说很远，所以才说要慢慢的。好，那这件事情没有人能帮你啦。通常这一个排出来的时候，我都会说没有人能帮你，这只有你自己慢慢感受。你这里也没有任何朋友能帮你的牌，即使你去问你的朋友，他们也不太能够明白那是什么。这一题只有你在慢慢的感受。即使你暗恋了谁，你的朋友的建议或各方面都没办法帮到你。目前只能从牌面偷偷告诉你说，对方目前还没有接受爱情的讯息，没有那么强，或是我们讲更严格，或是他现在还没有能力接受你这边的讯息，因为可能就是专属你的信箱还没有人去打开啦。好。那大致上选择1号牌的朋友就这样哈，今天只翻了3牌就已经讲很多，我觉得 OK 了哈，因为其实讲了蛮多比较难的，这一题需要有点思考哈。那我再帮你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免得太复杂。我先说，第一件事情是，对方近期在专注于自己内在情绪的回复，所以他很难接受到任何讯息，爱情的讯息。好。先做这个第一个提示。第二，近期你不要太在意对方的行为表达或什么来影响你。无论你已经暗恋一阵子，或是你才刚认识很在意，你先给自己一个小小的理由是：近期可能3个月吧，都不会有什么，做什么都不会有什么结果。那理由借口我们就把它丢给钱币5跟圣杯7，一个讲泡影，一个讲距离，那就近期没有。好，不要莽撞去做。好，这是第二。第三件事情是，他们已经偷偷的透露出这个时间之后，当他回复好之后，你再跟他接近，会比较更温和，能量更接近的时候，那时候再接近，再去做互动，都会有比较好的结果，也会比较符合你的期待。圣杯国王跟皇后牌都有讲，都有讲，所以请你保持比较乐观的心去期待一下，因为他没有说被阻拦了，他的意思只叫你，总结来说，只叫你再等等，就这样。好，我们把它简化成就这样。好，那这就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以今天的题目来说，它确实是在附近啦，可是它会有比较复杂的发展。希望你能够得到这里的建议。好，那如果你的事件很类似这个，但不是这条线，那你也可以使用一下这里的建议，看看能不能帮助你现在的处境，好吗？就这样哦，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来，接下来我们来从选择第2号牌的朋友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
心中所期待的人在靠近，心中所期待的人就在附近。好，来，我们一样先抽5张牌慢慢看看它整个结构的流动是如何。好，第1张好，再来，好，来，我们先从中间开始好了。这张如果以这一张以死神牌来做核心的话，我想，因为我在思考的是说，这一个分界点什么的分界点？好，坏进入好，负进入正，暗进入明的这一个关键点，现在是要出现在你身上还是他？这个出现很重要，在于说是谁的这一个关键分歧点发生了之后，启动了你们2个相遇的能量啦。在此之前，你们2个都应该算是独自的，在自己的世界里游移的能量，它并没有，我觉得有一个人正在进入他的下一个世界，而他的下一个世界是更好的、更有觉悟的，觉醒之后进入的。那么另外一个人已经在那个世界里了，但是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另外一个人已经在更好的世界了，不是这个意思啦，是进入的那个人在他的世界里是变得更好，但是区域啊、空间啊、时间线对于另外一个人来说是，只是他已经待在那个世界很久了，那另外一个人只是要再进入了。然后我只是在看说，那谁才是那个要跨过去的人，跨过自己障碍，跨过自己，有一个大转变啦。这个时候我还没看到其他牌，我就没有不会说它是什么一个人生的大转折啊，或什么。我反正会有一件重大决定来去改变现状。那这种重大决定有很多啦，也没有到多大，但是我来比喻一下那个质量好了，就是有可能换工作，这就很大了；搬家这很大，就读不同的学校，这也是。小到也有可能是公司换部门，差不多也有这个状况。那也会有你上班的时间换班了，换了一个不同的时间区段，这也很重要所以它就是一种生活上已经有所改变。那这一个改变会让你加分、新生、重新学习，得到很多新的收获。不知道是你还是他啦。如果在看这一组牌的人，你已经要进入这个状况的话，那表示你们相遇的时间很近了。因为今天这组牌其实已经很靠近，就是说，这个你所期待的人就在附近，表示他很靠近了。只是我们要寻找的是否有见面的契机，还是见面了是否会错过，还是有很多问题会在见面的时候发生，我们如何避免跟找到方向感或是那些感觉是什么？所以我们才要来继续往下看，没关系，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以这张牌来说的话啦，它诠释着这个死亡牌，还有死神牌还有一个方向，就是说，如果你看牌的人你近期有觉得你之前小小的心愿或是小小的目标、里程碑、梦想，最近有趋于完成。我说的是趋于完成，是接近完成不是实践它是趋于完成而已，很靠近了。如果是这样，那表示你跟他也是算是蛮接近的。然后他这里我发现他有留一点小小的步骤，是你不用到完成才会进入死神牌这一个进化，
你在要接近完成了、接近你的梦想、接近你的目标前，你就会有一个大幅度的转换的进化。所以以这两条路来结合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看2号牌的朋友，你最近有一些你长久以来想要达成的东西快要达成了，再加上你为了要达成这个目标，有要换工作、换住家、换什么、换了一个大方式、换了工作时间、换了居住的位置、城市什么，然后能让你要达成这个目标很接近的话，那表示你也越来越接近这一个你心中期待的人了。这是两道。那以目前来说，我觉得它真正重要的关键在于，你为了某件事情而做出的重大改变。但是这一个做出的决定，并不是为了要逃避什么，或是要避免什么，而是要让自己更进一步、更乘胜追击的大改变跟重大决定，要这一个逻辑的，才会符合牌面上所定义的你们快要见面，它就在附近的这一个方向，如果不是这个，那就不是，那你可能就近期就不是要，就是遇见这个人的机会可能就会降低了，因为他这边有一些关键条件，他有一个故事已经这样发展了，你要遇到他就会有这样子的故事发展。如果你不在这个故事线上，那他可能这一题就不在你附近了。好，那如果有的朋友你就可以继续听哈。那如果没有这些讯号的朋友哈，你可以先听，你可以听看别的，或是你可以继续往下听。因为往下听的时候，它有时候会有别的分支线，就会变成说，它会有新的诠释这两个东西的本意。只是我们现在翻到这两个，我现在能够告诉你的，它内在的状况可能就是这样子。好，那你还可以继续听下去，因为它还会有别的。当然，有的时候这一条线如果不是你的故事，也不是你的故事线也没关系，因为它会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通常会找到塔罗牌给予听这个故事的人的一些方向跟启发。那你就会去启发你的别的事情，或是你的其他的现状，有其他的状况，你可以听看看。因为我常说嘛，有的时候我们去听演讲不是要把它整个演讲都听懂，而是整个演讲里面是否会出现1句2句金句，来让你开窍，来帮助你。整个演讲你是不会完全记得可是如果有那1、2句很重要的句子出现的时候，那你这一次的演讲就有收获了。所以我们听故事有的时候也是这样，也许这个故事线不符合你的，或是不接近你的，但是你继续听下去，你会发现有很多情景也许相似于你的现况，那其中的牌面给的指引跟提示，也许也能够启发你一些。好，因为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今天的故事线光这2张，我觉得它可能啦会走得很明确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会先在这边做提醒好，再继续来。的确，这跟我讲的一样一定要有你的现在有某个念头正在启动，往那一个你想变好的方向走而且这一个大决定呢，就是我刚讲的，也不能说大决定，我一直在强调是大决定，我只能说是比较特别重要的决定了。近期，那这个决定会改变你的现状的决定所以我把它归纳成大决定。这边说命运之人也出了，他说这个大决定确实是要符合你往下一个目标前进的这个决定，它底下的命运之人所带来的四方能量才会启动，去推动你进入了那一个世界，而那个你所期待的人已经在那个世界里了。但是这一个进入那个世界的钥匙是，你必须要有一个让自己改变并趋于成长，让你自己变得更好的那一个决定的念头跟行动发生了之后，命运之人才能支持你往那里去。如果你现在的不是这个的话，那你走的方向可能就不是这一题要走到的那个方向。所以这一题所帮你捕捉到的，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个人，就不会在你现在要去的方向里等你或遇见你，好吗？这一题其实我觉得选择2号牌的这一题算硬的算是我难得抓到的讯号是比较硬的、比较窄的。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边有说2号牌的这两个人哈，你们相遇的时候，你们的能量并没有呈现谁强谁弱，哦，也同时证明了我刚刚说的，你到的这个世界，并不代表虽然是对你来说是比较好的一个新的未来，可是并不代表你要遇见的那个人本来就比你好，没有哦，是他只是刚好就在那个世界里。那你们遇到的时候，你们会进入一种比较制衡、平衡的两个人的状态。所以白话一点讲啦，你的优势、你的特色、你的能力，在他身上用不到。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会出现一种打平的状态，会从头开始相处，从头认识对方，从头挖掘对方的优点。你原本身上的那一种受人赞赏、工作能力很强、理解力很强，反正你原本身上的优点，在这一份新关系上似乎用不到，因为被打平了，被分配好，你跟他加起来就是50-50，所以没有谁比较独特，谁比较特别。所以当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是一种非常平衡的两者能量的互相吸引。哦，那这样子遇到的时候，有什么感觉？会有一种平静感啦，会有一种舒适感，节奏变慢的感觉。哦，你遇到他的时候会有这个。那这一点就是在提示你说，你未来遇到的这个人，他会让你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我觉得这个平静有一点点像是没有什么太强烈的第一次见面的激情或是情绪会上来，没有，他是在一种非常温和稳定的感觉里面，发现自己对彼此的对方的喜欢。你们会喜欢上这一个制衡，你们会喜欢上这一个平衡感，好像有一个人跟你站在了跷跷板的对面，然后让一切变得很平静。哦，这是你们遇见的时候会有的一个讯号。对。哦，所以在你们两个人底下，水能量是有在，但是不是很显现，不是很明确，刚好符合我刚刚说的，说你们两个遇见的时候会出现一种比较平静的状态，不会有太强的激情，因为你们的情感要流到比较表象会比较慢，在你们两个这个关系里会偏慢，需要时间啦，白话一点就是需要时间才能够慢慢把对方的情感拿出来，这是你们的状态。那我看到的是很多、很丰沛、很满，好像你们两个已经累积非常久，可是都无用武之地。现在遇到了、喜欢了、能表达了，却还是慢慢的把它拿出来，这就是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风格跟特色了。哦，你仔细看这边的能量都没有那种爆发型的，唯一的爆发型能量却藏在非常深的底下，而且是无意识的，那个是不能让你自己去随意使用的能量。满满的水能量在你们两个关系里面的最难挖掘的位置存在着，所以它只能一点一点慢慢的流入。白话就是说，你们两个认识了、相处之后，情感的累积速度非常的慢。非常的慢。这也不是闷骚或什么，而是你们两个对于爱情的这一份感觉，那一个情感的堆积速度非常慢就是了啦。可是你们偏偏又非常喜欢这种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的一种制衡、平衡、平静、稳定的感觉。你们有的时候甚至会有点觉得，到底是情人交往还是只是普通朋友，会一直在这几个关系里面摆动。好，这个就是已经之后了。那这样子讲，也就是说，我们找到了进入遇见他的那个世界的钥匙了，这里已经有，我们也看到了你们两个在一起的初期状况，这5章就已经抓到这些了。好，我们再继续来看其中哪一章我比较介意，我来往它的内容上翻去哈。好，我想看命运之轮我想看命运之轮给了多少特别的事情哈。好。
好，常常会这样哈。当我在细翻的时候，也会把大牌翻出来。命运之轮说啦，启动了你们两个相遇的那一个能量，给予了那一个打开你们相遇世界那一个门的钥匙前，一定会有一方有一种我刚刚已经说过的重大的决定，然后有很大的人生改变的一个阶段的关卡一定要出现。这边也说，那这边强化了一件事情是，那一个有重大决定的人，不一定是你，有可能是对方哦。他要做出的那一个改变，有一个原则是，他有可能要抛弃他现有的很多优势，而进入一个新的状况。他不太像是能够把现在的各种优势带入新的世界。那他现在做的这个决定，有很多是到了新的位置、新的阶段是要重新学习，因为这一个重大决定的核心价值目标叫做全新，他要全新的。所以呢，这一个有改变的人，他可能到了新的位置的时候，他的心灵、心智上或各方面都已经觉得升级了、加分了、清空了。可是以现实来说，他可能要重新学习很多东西。所以我刚刚说新工作很重要，对不对？我刚刚一开始就讲新工作，因为我觉得这个能量最强。他可能去了一个他原本没那么擅长的工作领域，但是他觉得那是他最想要的，现在最想要的，或是他觉得要这样子去工作，他才能够相辅相成的再次提升，所以他会有一种全新的感觉，重新学习的概念哈。那也因为这样子进入一个新的位置，所以他才会在这个新的世界里遇到你，或是你遇到他。如果没有做这个突破，你们就不会在这个位置相遇了。所以才说这个关键非常重要哈。这个决定，这个念头很重要。可是圣杯五这边偷偷讲了一件事情说，它不一定会发生，因为我们在翻的是命运之轮底下，他这边圣杯五他说不一定会发生，无论是你或他，只是说会有这一个相遇的契机跟钥匙会拿到，但是他这边留了一个位置说不一定会发生。所以如果在看2号牌的你，你现在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决定的时候，那就表示你们的相遇是对方有没这个起心动念强不强而决定。这边再次证明了我刚刚前面说的，还是要有这个起心动念才能打开这个门，表示这一件事情不一定会发生，只能说这一个你心里所期待的人，他确实是很靠近了，可是这一个相遇之门没有这些事情就不会发生，好吗？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换空间。我觉得空间很重要。我觉得你们现在在附近，但是没有在重叠的空间里。所以，如果啦，你是最近有大决定的人，记得为了想要见到这个人，就把决定下去吧。那如果你没有，那可能这一题的控制权就不在你身上了哈。那星星牌又出了一次。他这边也是说，那一个决定确实不是随随便便要为了逃避现状而做的决定，而是真的想要去拥有某一个目标跟实现某种梦想才存在的啦。命运之轮里面的动能也需要这个念头产生才有。好，那但是这里已经有未来预见的讯号了耶，看来不会做这个决定或是不让命运之轮启动的。几率比较小啦，比较小，因为后面有一些比较准确的讯号有出来。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翻。好，发现我的能量可能快用完了，我要再讲快一点。好。这边牌面希望你理解一件事情哈，你们相遇，感受来得很快，感受来得很快，确定是对方的这个讯号也很强烈，可是要小心一点，他必须要快速掌握，所以这边在说的是，
无论你是没有经历到这个决定，这个我们都先不管哈，因为如果你没有，就是他，所以这一件事情可能就是前段你们相遇前段的事情，我们先放在一边。我们要想的是相遇的当下，所以这边有一个提醒说，你近期如果有遇到一个感觉还不错的人，记得要认真把握，记得不要有一种，他这边有一个讯号是最近会遇到一个讯号很强烈的人，但是你很有可能会觉得不是他，或是你很有可能会当下很多的外物让你觉得你没有兴趣去感受爱情这一份力量，然后你也会当下遇到喜欢的人的时候，你会觉得喜欢的感觉不会来得这么快。但是恋人牌在这个位置，他希望你理解一件事情是，这一个人出现的时候，会有那种瞬间爆发的感觉，而且又急又短，一下就会没有，因为他会立刻进入了金币2的平衡状态。所以这边要提示的是，你遇到这一个人瞬间那个感情爆发的时候，如果没有好好的去把握住，确定是不是这个人，或是保持高频率的互动，或是想到方法让你跟这个人有持续性的高频率的活动的话，我要讲的是，在这一个遇到的火花绽放、快速消灭之后，你们可能就没有了，就只是进入了平衡状态，而躲在底下的水能量就不会出来。简单来说，就是你最近后来遇到喜欢的人的话，要赶快让两个人都确定是互相喜欢的。他这一题好像不能慢慢来，他这一题好像没有要你们慢慢相处，然后到喜欢。他这一题要在第一次喜欢的时候，就很快就确定对对方的喜欢了。我不得不说，这一题不是只有你的工作哦，对方也要那一个瞬间的默契要一起起来，然后要很快就进入试着交往阶段。这一题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选择2号牌的有点残忍啦。明明这个心理期待的人已经在附近了，却还设了第一个关卡，要有人要在生活上做出大改变。好，第一个关卡要过了，第二个关卡又是遇见的时候要好好把握第一次遇到的那一个感觉，然后要就是什么，这个真的很难形容。我应该讲说，好像我讲一个最白话的，好像是你们第一次遇到说你喜欢他的时候，就要很快的确定说要不要交往看看，是这样子。我所说的节奏是这样子。然后金币8这边偷偷说了一件事情说，只要你能够突破这个立刻赶快确定说要不要交往看看的这一个开口之后，其实你们两个就会进入慢慢耕耘的状态，就会变成说这一题这一个关系比较没有前面以朋友好好相处，然后变成恋人。他这一个比较跳级，是很快的确定要交往之后，就交往一阵子了，然后很快的就会确定关系。这个也不一定没有可能发生啊。有些人就是第一天晚上认识了，第二天就觉得我们要交往看看，因为感觉很对眼啊。这个就是这样。然后交往了大概1个月半，然后某一天就跟大家说你们两个在一起的，确定关系，稳定关系，在1个月半2个月就有了。有时候就这样，那你们就会有这个状况，所以才会这边才说很快就会进入钱币2的状态，然后就变成一个制衡状态。可是这个制衡状态有一个情况是很容易让这一份感觉、这一个关系不小心淡化了。其实你们是一见面就非常喜欢对方，因为这一个钱币2的能量很快就会进入到你们两个的关系状态，它会让你们两个变成一种制衡、很偏的状态，然后你们就会不小心忘记，其实你们应该是要从恋人开始，结果不小心就进入了朋友关系。是这样哦，他这个插入就是有点像是高速的赛车，然后到这边，然后两个人看对眼了，就觉得说好，我们要不要交往看看？那如果没有，然后两个又变平行了，往前开，就变成朋友状态了。所以这一题，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那一个爆发非常重要，喜欢要快点表达出来，喜欢要确定起来。
这一题啦，所以这一题我觉得2号牌的朋友有点难度，但这个故事也常发生，所以并不稀罕，好吗？有些人的关系就是有些人的关系的培养就不是从朋友关系慢慢培养，有些人就是直接开始就是交往看看了。这一题就是这个走向。来，我们再往下翻哈，希望你听得懂我说的意思哈。好。好，我看这边也偷偷说了哈，你不会独自遇到他，你会在朋友的聚会或是跟大家一起的时候遇到他了。那这个跟大家一起的状况，可能不一定只是工作，不是朋友聚会，有可能是工作，也有可能是工作完了你去参加别的活动的时候遇到他，把遇见的位置放宽了。但是有一个特色是，一定是跟朋友一起，你不是独自一个人遇见他的，你会在一个裙带关系里认识这一个人。好，所以如果以这个讯号这样来讲，我觉得如果你对某个人在大家遇见的时候，你很有特别有感觉的时候，请你立刻问你朋友任何问题，比如说，我很喜欢他，我可以先看看有没有机会跟他试着交往，就直接从这个观点进去了切入，因为这一题恋人牌出现在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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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格的位置，告诉你说这一个感情来得又快又急，要好好把握，而且是要用非常理智的判断去判断出就是这一刻，所以我才会一直很严格的跟你讲这件事情。那如果你抓不准，记得当下问你朋友。这个节奏开头有点快哦，遇到这个人的开头的节奏有点快。那我再看哈，然后这题有在说，其实你当下要给自己一个想法。这里说到不是我要特别给你的建议，这里说你当下如果遇到了那一个喜欢的人，或者两个人互相有感觉的时候，你要立刻相信自己现在的魅力是十足的，请不要自卑萎缩，拿出自信来。这边说的，而且这一个想法是处在强大的正能量的位置，是一个受到善良帮助的提示，因为他有看到，当你遇见爱情很接近的时候，你会突然却步，不相信，觉得不真实，然后往后说，觉得被动比较好，以退为进比较好。但这一题，因为恋人牌在这里，圣杯九又在这里，他要讲的是没有，这一题要立刻相信自己，因为魅力四射，所以让人喜欢，要拿出最好的自信。这一题有的时候那一种谦虚，那一种以退为进，在这里用不上哈。那只能说会很，这边说的是会很挣扎啦。因为这边可能在要求你跟我们都不太擅长做的事情，就是立刻表达对一个人的喜欢。因为我相信会来看占卜的人，大多是比较内在能量补充的人，都不是外在能量补充的人。所以这一题有点在告诉我们说，这一题必须奔放的去追求你想要的，奔放的去表达你所喜欢的，才会得到。这一题是这个方向哈。我从这里看到好几次的加速，情绪上的加速，也有某一种突破，所以我看的时候有点小心疼啦。因为我有感受到来看这一组牌的朋友，很多的指令、很多的建议都非常难做到。譬如像这个，要立刻相信自己是有魅力的，这个就有点难了。第二，要立刻去表达出你对对方的喜欢，然后跟这个人确定关系，看要不要试着交往看，这个也很难。可惜这一题，我不能说可惜啊，可是这一题好像关键点就在这，所以我觉得选择2号牌的朋友，给了这个难题关卡钥匙，还蛮讨人厌的。但是有这个，有这个，
在说什么？后面都有丰盛的东西可以领取，还给了2颗星星。真的就只有这2个关卡比较难，之后后面都已经有丰盛的东西要你领取了。而且这里也暗示了对方内在其实是有丰沛的爱情能量，其实是可以搭配的。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一个，你必须要多做一点去突破确定。同样的，对方也是哦，对方也在这一个瞬间的挣扎中确定到底是不是你什么的，所以你的表达会大大的影响他的回应哦。所以这边也在说，如果你比较说，用比较以退为进，用比较害羞、比较被动方式的话，对方也会有点误认为你没那么喜欢哦，你没那么开心哦。这一题就是这样，要比较外显的去表达自己的喜好，达成率才会比较高哈。这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好，那就这样哈。今天都没有翻到后面的，是因为今天真的都讲前面都讲的比较多哈。那我想这样子就应该可以了，给你一个比较不错的方向感哈。那最近如果你有类似的事情，像我刚前面讲的，有些重大决定的朋友哈，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朋友，那你可能就已经非常的接近这一个人了，好吗？好，那就这样。那谢谢你们来听哦，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从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开始哈。来，今天的题目是心里所期待的那个人就在附近哈。好，我们一样会从5张牌来开始哈。好，来，我们先来抽那5张牌哈。好，第1张。好，我们先从这张开始，一张一张来开始讲哈。倒吊人吗？这个人在你附近了哦。那但是先停了。我觉得先停了，我感觉到了但是他的停滞跟你没有关系啦。我觉得他有他自己的事情，让他现在停住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因为以我目前觉得的是，他那边的能量跟你现在这边的能量似乎有感受到某一层的不适应，所以在接近前先停下来调整。调整有一点像是2个能量嘛，这样子哈，然后有一个小小的出口。那现在2个遇到的时候，可能出口在这里，所以在遇见的时候发现没有对齐，所以现在需要一个调整，就是慢慢的这样调，出口对到了，好，才开始做一个新的连接。我感觉到就是现在好不容易靠近了，可是路口没有对齐，现在在做这个调整，所以倒吊人牌出现了某一种停滞状态。那这一个入口的对齐的能量，可能是他近期啦，我们用比较白话的生活面的来说，他这个停滞是因为他近期有一些事情需要他周遭有一些事情需要他帮忙，他必须要挪出更多的时间精力去做这一件事情。好，然后以我这边的诠释是他的能量需要某种补充啦，所以他需要先把他身上有一些多的分给别人，这能量然后他自己才能够达到一个平衡之后，他那一个跟你对齐的动能跟那个口才能够转到对的位置。他现在有一点点就是说，可能水能量太多啦，可能火能量太多，他必须要在遇见你之前拿去分享给别人一些，所以才会造成这个停滞啦。以能量的方面，我会这么解释那以白话的来说，就是他现在需要我们以一个非常通俗的讲法，就是他近期的善的能量不够多，他需要去做一些帮助别人的事情，来提升一下自己的好能量。好，然后才可以跟你这里周遭的能量才可以比较融合啦。就是说，可能他那一方面有一些负能量还没有清除干净，他必须要去多做一些好事情来去做抵消啊，做补充。有很多说法我讲看你哪一个比较能够听得懂。好，我们再来看
好，这个牌在这里以后，我脑子里直接浮现的是，他遇见你之前，他需要对于自己的内在跟各方面心态，反正他内在的心理结构有点需要重组一下，不然他可能不太适合出现在你面前。啊，我这边看到的是这个，嗯，应该说，如果我们把这两张牌搭配起来的话，它这一个停滞下来，这一个把能量抛出去分享给别人，或是他现在停下来需要去多帮别人一点，这些步骤、这些动作都是让他再重新调整一下他的心态。所以我从这边看到的一个是，他可能内心里有某一种。我不知道我脑袋一直出现这个字，我就直接说他内心里、内在里、人格里可能出现了某种骄傲、自大跟太强势，所以他在遇见你之前，他自己那边发生了某些事件，正需要他去处理。那这些事件处理完之后，他的心态就会变得比较够有善意、够善良、够能体会其他人。也因为这些调整完之后，他再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才会看到他。你才会喜欢他，相对的，他才会知道怎么喜欢你，他才会看到你，然后喜欢你。因为他现在的眼睛，他现在的眼睛，他现在的渴望，他现在的喜欢，可能你不喜欢，或是他也不容易看到你，所以要经过这样子的转换，这样子的调整，一种翻新之后，所谓的对齐才会出现，你们两个才能够在即使看着对方的那个方向，还能够注意到这一个人，实际上是这样子哈。我看到的调整是这个。好，我们再往下翻哈。好，通常这个出来或七，我都常常会跟你们说，他现在正在某些困难中，他必须靠自己啦，他必须靠自己。那五跟七又更不一样的是，七我会笃定的说，他只能靠自己，没有人帮忙。五的话，我会说他可以靠别人帮忙，他不是一个人奋斗，但是他现在遇到的难题是复合性的、更多元的。他一定要有人帮忙，他自己也能够解决，但就会比较慢。也就是说，这个事件的，我只能说，如果我认识这个人，如果我现在的意念能够传到给他，我这边需要他做的一件事是，近期他需要有更多的善意去帮助别人，而且是无所求的，没有要回报的。我讲最简单的方法是，如果近期你们也可以听看看啦。近期他如果手机遇到了蛮多要捐款的或什么的，他都尽量要点进去看一下。不要错过，不要略过，点进去看一下他们所要支付的钱金额是否你可以捐一次，或是每月捐助的你能够负担。他目前我给他的建议，这是最低线、最低、最简单，他所能做到的善意。我要讲的不是说要去多做善事来得到一个好的回报，而是要培养自己面对其他人苦痛的时候，能从心底油然而生的一个善意。那这一件善意在他心里慢慢培养出来之后，他的内在品格各方面就会有所改变。你们也可以听看看这样子哈。那我从这几张牌来看，他现在需要面对的心理品质的提升就是这样，在这里。那我只是说，捐钱捐那个，只是一个最低线、最简单、最普通，手机按按就能够做到的心理的培养。当然，你们都还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比如说去参加净滩，比如参加义工帮狗狗洗澡。流浪的，或是去老人院陪老人家，周末去陪他们聊天，不用到照顾，但去陪伴，有很多身体是可以直接去做的，但最低线的你可以做到的，就可能多捐钱。好，我的概念再讲更简单啦，一杯咖啡你少喝3杯就可以有
定期定额，有很多定期定额就150多块而已。哦，这边只是顺便分享给你们。那我只是把这个意念传到整个集体意识里、空中里，看能不能传到他那边，然后他会不会就在这一刻，他突然发现对别人的善意也很重要的这一刻，是否能够加重他，或是支持他去做下去？哦，所以呢，虽然我们在看爱情题，但是我很相信两个人的相遇，都是因为你感受到对方内在品质的那一个善良、慈爱跟和平，那个都是要慢慢建立起来的一种内在结构，才吸引得了人啦。哦，那他现在就遇到这个课题，那如果来听3号牌的朋友，你已经有人，那不错啊，那你就准备等着一个变好的人来跟你见面就好了。好，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好，通常这一个应该是这里哈，这一个我通常我才会翻。好，那这边魔术师牌，好，所以说你们相遇不是困难啦，不困难，只是现在需要再等一下哦，因为它这一个的进化，主要还是为了要显化跟你相遇之后的更高度的合适度啦。那魔术师牌出现了，它2个意识在这里。第一，对方自己本身就能够靠自己找到他心里所期待的那个人。那第二，你的位置，其实你只要增加意念，什么意念？你心里有那么确定你心里所期待的人的样子、样貌、条件什么什么各方面吗？你有那么具体的确定吗？如果你这个意念更强，并不是要让你显化出这个人，而是你本来就要遇见这个人。当你的这个意念更强，你可以在某种就是宇宙的意念上，或者集体意识上，帮助他成长得更快。哦，因为以今天这一题来说，你们就是会遇到啦，不是让你显化出别的人，而是说你现在的脑海的那个意念，你所期待的更好的他，你所期待的好的他，也关乎着你现在的意念，因为会在某一种能量的传递中，会去支持他，会让他更有动力、更有信心、更有感受、更有收获。所以在他这一个路程中，他想要提升自己的路程，他会收获更多，他会觉醒更多。那你们相遇的时候，他会讲最粗俗、最通俗的话，就是他会成为比你想象中更好的人啦。好。但我都认为这一种能量联动都是出于一种善意，无论他会不会跟你在一起，但是你们的相遇似乎是会确定的。但你现在注入了更多的意念，至少你可以让一个人变得更好，至少你心里的善意也好像似乎不小心的往上培养了一点点，进步了一点点，就是你对一个人变好的期待度也更高，而不是期待他变好了只是为了跟你在一起，不是这个，而是你会知道说，哦，其实我们看到一个人变好，期待一个人变好，我们心里也会感受到那一种慈悲跟善良，我们自己也会提升，是这样。所以这里魔术师牌讲的是一种两你这边跟他这边的一种能量的共同显化。虽然你们还不认识，但是如果你们能量已经是连在一起，将要遇到的话，那你这里的意志其实也会在未来已经影响了现在的他，好吗？这就是一个能量的流动，所以你现在意志上保持了更多的善意，期待他能够突破这一关，能够做得更好，那他一定就会做得更好。哦，这是一个共识的概念，它不只是当下了，而是未来的也能够影响过去的你了。那你过去的你变得更好了，只是在重新显化未来已经好的你，好吗？好。好，那这个最心底的地方抽9，抱歉，这边讲了一些，它其实这个难题不算我们想的那么简单，这算是它是一个蛮大的翻新啦，蛮大的革新，它有点内在人格的革命啦。不过经过这一次之后，他会体会到一种蛮深的温柔。我这边看到的是他深，他会体会到一种蛮深的温柔。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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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看到的是他深，他会体会到一种蛮深的温柔。哦
简单来说，他本来对自己的想法或个性是非常有坚持的。他其实也是一个很容易感受到受攻击的人，所以他常常反击，为这方式保护自己。但是因为他最近这一个阶段他遇到的事情，会让他知道说牺牲自己很重要，所以他会在这个阶段感受到某种温暖、某种柔软、某种温柔。好。虽然我们今天听这题好像是事不关己是在讲他的事，可是这里也恰恰的在告诉我们在看3号牌的朋友，当你对你的性格或是坚持的东西本来都很坚持，然后也是一种常常觉得受攻击、喜欢攻击、反抗的人，这边说你也应该去试着培养你的善意，来去提升你一个善的习惯，遇到别人的苦痛或什么，更加的感受到自己的恻隐之心，或是培养自己恻隐之心里面的善能量，那你也能够体会与人相处其中的那一份温柔跟温暖。以后你对待别人的时候，任何人不一定是这一个人，你都会以一种比较善良的温柔出发，不是要我们立刻原谅别人，而是我们会比较容易观察到他人的痛楚，没有要你感同身受，至少你要有先感受到对方也许有他无法自拔的痛苦，所以他才会变成这样子，让人觉得他很难相处或什么。可是我们心中的慈悲跟仁慈就会出现了，这就是一个善的个人的内在结构的培养。那我们先不管我们啦，我只是先告诉你说，也许你能学。我要讲的是说，他现在就在这个关卡里，他就在这个学习里。好，也许在看3号牌片，你已经学习好了，那就好啦。只是看你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加强。可是对方正在经历这个，所以我们要等待他一下。好，来，我们再来看这5张有没有什么我比较好奇的哈？我是蛮好奇，这个啦啊，权杖，我看他有没有别的讯息要告诉我们。好。来，哦，又是倒吊人吗？好，那表示他最近这一个学习童子军的旅程蛮重要的。好，再来，我这边同时跟我们跟他一起听了哈，有些人他听不到，但我就顺便讲给你们听。这边有在说哈，学习开始对人有一种习惯性的仁慈，蛮重要的。它会让你每一次都觉得自己很渺小，加上所有事情都是全新，我要重新学习。这个谦虚是让你明白，这个善意会让你感觉到某种谦虚，而这个谦虚会让你明白。很多时候，我们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婴儿，刚出生的婴儿，什么都不会。要拥有那一个刚出生的心态，觉得很多事情我们都必须要从头学。他这边有点像是说，也许你知道自己很懂什么、很会什么、很理解什么，但是我们常常要摆脱那一个傲慢跟优势，我们要。即使面前有个人正在展现他的优点或什么，然后我们其实本来比他擅长或什么，但我们是否能够在这个当下静下心来，好好欣赏对前面这一个人的成长，而不是只看到对面这一个人在傲慢骄傲中混乱着，太过于展现自己。没有，我们比较着重是在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知道他也在成长，我们看着他正在挣扎，变得比较好。慢慢的从体会到傲慢或骄傲、自信、自大中，体会到其实自己的孤独。这些，我们当一个旁观者，或是我们当一个过来人，然后好好的用我们的善意去看看对面这一个人的成长，这样就可以了，好吗？那每一次，我们让自己归零，然后去体会面前每一个人的故事线的时候，我们内在的善的结构就会慢慢的更稳定，我们会习惯性用更多的善意去回应所有的什么变化，我们就不会那么惊讶了，所以为什么特别在这一题讲比较多善？因为倒吊人牌出现2次，他所谓的牺牲为他人，很多的这个讯息在这边加重了，所以我觉得善意、善良、慈悲在今天这一题被强化了，
被重要的提醒了，也主要是因为我们正在期待的这一个人他正在这一个难关里。为什么我一直在讲难关，而不是这个关卡？因为这对他来讲蛮难的。他突然的发现，他以为的世界只要够强势、够确定是对的，只要执行的好就没问题。他近期发现，他必须要有更多的善意，而这个善意无关对错，就只有善意而已。他正在学这个课程。那这课程的重要性是在于是非对错之间，你能感受到人际关系跟人情世故的柔软也很重要。这是他面对的课题。那我们虽然讲的好像是他，那我们可以顺便来听一下，这是我们是否也知道了呢？我们是否也学习到了呢？其实他牌面是一体两面的啦，他不会只是为了要指责他、教育他，然后我们当一个旁观者，没有啦。这里有的时候也是在看看别人的故事、别人的发展线，来警惕一下自己，我们是否只是自以为的比他好，然后再等他变好来过来，还是我们其实也该同时修正。那虽然这一题是讲爱情牌，是要期待这个人变好来见，可是他确实是在投射说，你心里所期待的那个很好的人，我们是否也符合这么好？我们是否也有资格跟这个人在一起呢？其实有这个近色的概念其实我一开始就有发现，可是我必须要把这个东西讲满之后，再慢慢找到那个点跟你们讲，然后现在才有比较好的句子可以跟你们讲，所以其实也是在提醒你们，就大家一起来学习就对了。那以今天这个题目，就是它是会出现啦，它是会出现，它是会准备好了出现。那我们准备好了吗？也有这个概念哦。还偷偷说一句是，这个故事线提示了我们也准备好了接收了吗？这只是一个。第二个是，当我们准备好的时候，也许我们能遇到其他更好的人，或是我们不会只遇到一个好人，因为你的视野开了，你的魅力内在更好了，更良善了，你就会有更好的魅力跟更好的能量去吸引其他人来。那也不是说很花心或什么，而是你会慢慢知道大家都一样好。你会慢慢知道没有一定是特定一定要跟谁配在一起，而是只要够好的人在一起，一切都会蛮幸福的。其实是这样子，大家都会走到一个蛮好的境界。那个好的境界里，其实大家都能在一起，大家都能互相在一起，大家都能互相爱着彼此。它并在更大的世界，其实在往这个地方向往着。你没有一定要配给谁，而是我们够好的，能够成为适合各种人的人。在更远更大的目标是这样子。好，我们再往下看哈。今天3号牌讲的东西比较高级啦，更高尚一点啦。因为我很少看到2个倒吊人牌同时在同一个位置出现，所以我必须强化它给的讯号。来。好，又来了啊！好，我把它们都翻完哈。好。今天这期很特别，如果你有去听2号牌的话，你会发现我现在要讲的愚人牌跟2号牌的愚人牌的位置完全不一样，你可以去听看看。3号牌讲的愚人牌这个位置是，他希望你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每一次把自己缩到最小去看待这个世界是非常重要的。你虽然有很多事情要表达，可是你把你每一次说到最渺小去看待这个世界，你会学得更多，你会倾听到更多人的善良的内心在呼喊。这里已经讲一次了，结果这里再用更大的位置去强调了这一件事，所以我要把它再讲。那为何会在今天这个题目跟3号牌要讲出来？主要我发现它其实有在提示说，这一次这2个的组合，
会从一种比较有慈悲心的点去出发，他会在一个你们两个都感受世界万物比较有爱、比较有怜悯、恻隐之心比较强的时候，那个时机，你们两个会比较容易发现彼此。所以他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可能是你去做善事啊，去做义工啊，或是在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魅力会绽放出来，对方会注意到你，或是对方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对方，会被比较偏向善良的这个点而打动了，或是让你看到对方。今天这一题有这一个取向，但是不是一定哦。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个基本的，还是可以保持下来。我再看看这里有什么特别的哈。其实这边有在说，你们两个相遇之后，状况都还蛮稳定的，比较平稳，而且是偏向很高的生活感的。什么叫做生活感的？就是你们的相处比较没有那么多激情的、浪漫的爱情讯号哦。这边其实不算，可是会有非常细致的生活感受，会常常一起出去啊，去逛什么，然后什么东西都会非常细心的品味。然后你们喜欢看各种的点啊，打个比方，就是喝咖啡的时候，你们会谈论咖啡的细节，你们会比较不同的咖啡厅，然后会慢慢的去向往更好、更新的咖啡店。然后你会看一下评价如何，而去看看哪咖啡店你们想要去探索。然后你会在这种很有生活化的细节里找到彼此的浪漫。那你们两个在这个生活的细节里，会找到一个新的相处能量，跟其他人没有的。会有一个新的火能量，那这是维持你们两个爱情最低线浪漫的能量。你们不太会有那种激情、激动的、炙热的，像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浪漫情节，但是你们会一直保持某一种温度，然后在一起。虽然你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还是有比较多的个人意见、个人的主导性、个人的看法，但你们两个相处并不会产生冲突，并不强蹦，也不会互相互补，也没有互相抵消，而是维持着两个不错的能量在一起相处。那你们生活上的那一个生活细节，除了会追求更高的品质之外，你们还会追求更多的变化性。就是说，除了去找咖啡的话，你们去看电影啊，或是找旅游啊。我只是都打个比方，没有说一定哈。就是说，你会把生活分门别类出很多种不同的风格跟样子和选项，而且每一样你们都会细心的去品味，细心的去探究，这是你们两个生活的一个浪漫值。因为很多的土能量都出来了，哦，土能量都出来了，而且都是在一些被要求比较多善意、比较多未来性、比较多愿景、比较多目标的位置都出现土能量，所以他就是在告诉你说，那这些土能量就是你们两个的浪漫的来源，生活里浪漫的来源。你们不是从一些甜言蜜语啊，或互送很多礼物这种找到浪漫，或者去一个很漂亮的场景啊，或是去营造一个很好的音乐，看一个很好的电影来去培养慢慢。没有，你们是在相处中寻找生活中的细腻小细节、小生活里面去培养你们两个人的浪漫的。哦，好。那我想他为什么后面会这样子？我觉得他主要是因为刚前面说的有一个善良的功课的提醒，他在强化了你们对这个世界事物的大小的感受力。开始有了比较好的善意的时候，你们会对很小的东西的美好产生更高度的敏锐跟敏感度，所以你们会开始对很小的事物、很小的感动的故事开始有比较大的反应。以前会觉得事情可能就是比较在乎比较重要的就好了，比较大的就好了，比较显眼的就好了，比较出名的事情就好。但因为你们两个相遇的能量啊，会让你们趋于去品味更小的事物跟小细节，这是你们两个相遇之后才会有的。好，那但是我觉得对方的调整很重要，因为我有感觉到对方其实现在的能量跟你就是还不算合，但是他现在这个调整会调到一种比较温的、比较静的、比较慢的能量，这个能量比较符合你，但是我有感觉到你也不是这个现状，而是他慢慢靠近之后，你好像也自然而然的调整到现状，或是你看到3号牌之后被暗示了，你的脑子里或者意志里被暗示了，
需要比较慢、比较散、比较能够体会小事物，所以你就被暗示了。所以你慢慢的会在很多生活上会趋于走向更加的看待小东西的美好、小故事的美好、小故事的感动。好，好，这边给的提示。也因为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你们两个有一种慢慢对齐的感觉。那如果要对齐，必须两个能量要慢慢的符合平衡，哦，不然很难对齐来。因为对齐它开口要一样嘛，大交流才会连接在一起。好，目前看到是这些哈。好，我再来翻一下你们两个的连接状态哈，因为还有一点时间，我翻一下来。好，哦，希望这一题不会讲太难，因为我知道这一题讲的有些东西蛮难的哈，希望你能够体会到我的出发点，出发点。好，这个讲快一点哈，就这边其实又讲了一次啦，你们的相遇其实是因为你们两个的生活感哈。生活感对世界的价值观、生活感、生活节奏、时间感蛮接近的，但这一件事情必须要你们两个开始交往，或是开始比较频率高的时候接触的时候才会发觉。你会发觉你们两个人对生活的节奏、时间啊什么的默契很好，节奏也很好，也很吻合，频率也很好。所以你们就算连谈话的节奏啊，对新奇事物追求的节奏啊，或是对整个社会议题世界的反应也是差不多的。这是你们两个适合在一起的原因。只是又要再提醒一次，因为他这个难关还没有，他这个关卡还没有处理完，所以必须要等一下，因为他才能够慢慢调整比较稳的状态哈。那你们两个相处的时候，其实你们比较像是一种一直在互相启发对方的人啦。好，他这边有说，所以你们两个很需要大量的谈话，因为其实你们内心有很多的潜力、思维的潜力，或是内在有很多的声音都还没有被挖出来，或是你自己有知道那个声音，但是你从来没有拿出来给别人倾听。这个人适合倾听，你适合听他的，他也适合听你的。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因为他不是因为你们两个达到平衡需要倾听，而是对方听得懂你内心的那些声音。哦，你也听得到对方那些声音。也不是说因为这样子你们两个在一起就会非常长久。我的意思是说，这一个相遇其实是希望把你们内在某一些封锁起来的声音，或是某一些结要打开，就难得的遇到一个比较能够听得懂你内心的那一个打死结的东西，他能够帮你打开了，他听得懂你内心那一个混乱的语言，他能够帮你排列组合，或是他其实不需要帮你排列组合，他只要倾听，他只要能听你说出来就已经成功了。懂吗？因为我们内心有很多东西是完全没办法拿出来说的，这一个人变成是他能听，然后你也能听他的，好吗？哦，这是一个你们两个是可以交换的。那你们两个如果在更相处更久、更紧密相处的时候，我想你们会慢慢发现自己完全不一样了，会挖掘自己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然后，那这个时候可能我要说，这一个开始发现完全不一样的自己的时候，这可能就是你们相处的第一个关卡了。因为你们两个会开始有一个新的目标要走，新的未来要走，新的方向要走。那能不能再陪伴下去？能不能再共同支持？那个就是第一个关卡要出来。那后面不知道，只能说会有一个，你们会有一个成长的转变，就是在交往之后会遇到一个两个人都想要大的成长、大转变。那主要还是因为心里的结打开了，然后两个人相处找到一种平稳，所以你们才能够进入那一个信任度超高的位置的时候，才能够把内心的实话讲出来。讲出什么？我想要做出改变，我想要去追求什么新的什么的。然后到那个关键点之后，两个就会有更大的改变。而那时候关键点就会有一种，要不要再继续在一起，还是我要支持他跟他一起去，或是他支持我跟我一起走，会有这种一个新的关卡，就是未来性哈。好，大概就这样。好，这是选择3号的朋友哈，希望给你未来一些方向感哈。那这一题讲比较多跟题目没有关系的东西，但主要还是内心的一种结构上的提升啦，希望对你有用哈。好，谢谢你们来听，祝福你们。